当所有人都在说 AI 红利结束了，巨头都见顶了，我反而看到新一轮财富浪潮正在悄悄启动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一次媒体唱衰资金退潮的时候，往往才是聪明钱开始布局的那一刻。过去一个季度，我看了上百份财报，追踪了几十家机构的持仓，结果发现一个惊人的共识：那些被低估、被冷落，甚至被市场嘲笑的公司，反而在悄悄积蓄力量，利润在创新高 ，AI 布局在落地，机构资金在低位进行加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Leo 美股频道。在华尔街被奉为神话的七巨头里，有3家公司最近被骂得最惨，估值高、增长慢、方向错。可讽刺的是，正是这些问题股让我看见了未来10年最确定的机会。财报数字漂亮到离谱，技术路线正在重构行业格局，而最聪明的资金机构、对冲基金甚至主权基金都在低位悄悄加码。但媒体只看表面，散户只盯股价，没人真正理解这些公司在暗处酝酿的巨大变局。所以今天这一视频，我们不看新闻，不听情绪，只看最真实的数据和趋势。我会带你一步步拆解这3家最被误解却最可能翻盘的巨头。从财报到 AI 布局，从短线估值到长线逻辑，每一段都是干货，每一个判断都是我真金白银得出的结论。这期视频可能会有点长，但如果你能看到最后，你会明白，真正的暴利从来不是在高潮中赚来的，而是在怀疑中看懂未来的人手里。在所有美股7巨头当中，特斯拉无疑是最具戏剧性的一家。股价从100多飙到400多，又从高位急速回调。可无论涨跌，它始终站在聚光灯下。但最近它突然安静了，股价横盘，新闻降温，连马斯克都没什么惊人言论。可在资本市场上，越是安静越危险。特斯拉正在酝酿一个几乎没人注意到的关键转折，一个能决定你是否吃上下一波红利的窗口期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强到离谱最新财报数据，季度营收281亿美元。同比增长 12%， 环比增长 24%， 全面超出市场预期。汽车业务依旧是主力，收入212亿，交付量近50万辆，创下历史新高。中国的 Model Y/L 供不应求，美国的电动车税收抵免到期前掀起抢购潮，毛利率 14.7%， 连续2个季度回升。能源业务暴涨 44%， 收入达 34.2 亿美元，而现金流更是创下历史纪录，高达40亿美元，是预期的3倍。稳健的现金流意味着一件事，特斯拉有足够的弹药加码 AI 投资与潜在收购，市场的信心也从这里被重新点燃。很多人看到这样的财报，第一反应是那股价肯定要起飞了，但真正的聪明钱想的不是涨不涨，而是涨的逻辑是什么。因为影响特斯拉股价的从来就不止财报，它真正的驱动力有2条线，一条是基本面收入、利润、现金流，另一条是科技趋势 FSD Robotaxi 人形机器人。而真正能决定它未来10倍空间的是第2条，科技叙事的兑现。2026年将是特斯拉的爆发年， FSD-V15 接近完全自动驾驶，技术跃迁临界点将至， Robotaxi 在奥斯汀的无驾驶员运营，范围扩大3倍，里程突破25万英里。Optimus 人形机器人将从概念走向量产。马斯克在财报会上首次给出明确时间表，明年初推出新版 Optimus V3， 目标是在2026年底前建成年产100万台的机器人生产线。这不是科幻，这是时间表。特斯拉的本质正在重写过去，它卖的是车，未来它卖的是算力 AI 模型，未来操作系统。它的对手不再是丰田和福特，而是英伟达、谷歌 OpenAI。Dojo 超级计算中心扩容完成，AI 推理能力进入商业化阶段 ，FSD 收入暴涨，毛利率高达 70%， 能源部门利润率甚至超过汽车业务。特斯拉的每一辆车都将成为移动算力节点，每一条路都在为 AI 训练贡献数据。马斯克真正想造的不是车，而是一座能思考的城市。而资本早已嗅到风向 ，ARK Billy Gifford、淡马锡挪威主权基金，这些机构正在低位加码，他们赌的不是销量，而是 AI 时代的操作系统权。市场情绪短视，资本眼光长远。现在的特斯拉看似平静，其实正处在下一轮科技红利爆发前的低压区。就像10年前没人看懂苹果的 App Store， 今天也没人真正看懂特斯拉的 FSD 加 Dojo 生态。所以当你看到它安静，别以为故事结束了，真正的转折恰恰从这一刻开始。特斯拉不是一家汽车公司，而是一家披着汽车外衣的 AI 公司。当市场醒来的那天，价格已经不是现在这个价了。亚马逊这家公司很少被市场真正理解，因为每一次它看似无聊的时候，其实都在暗地里酝酿一次产业级的颠覆。当年电商利润微薄，它悄悄搞出了 AWS。当云计算被追捧时，它又把物流自动化广告业务变成现金奶牛。而现在全世界都在讲 AI， 亚马逊又一次低调出手，启动了自己的算力逆袭计划。可问题是在华尔街眼中，亚马逊似乎不再性感，股价横盘，媒体唱衰，分析师说增长见顶。但你知道吗？真正撑起亚马逊的从来不是你以为的电商、Prime 会员或物流网络，
它是全球少数实现双引擎驱动的科技巨头，一个引擎是电商帝国，一个是云服务 AWS， 而真正赚钱的是后者。创立30年，前20年几乎没怎么赚钱，直到 AWS 崛起，这家公司才彻底脱胎换骨。今天的亚马逊前端掌握商品和流量，后端掌握企业算力与数据命脉，这对组合拳让它成为世界上最强的商业生态之一。那为什么市场依然犹豫？因为大家在问同一个问题， Amazon 还能不能守住云服务的老大地位？竞争的确激烈，微软 Azure、Google Cloud 年增速都在 30% 以上， AWS 只有 17.5%， 增速放缓。但如果你只看增长率，就会错过亚马逊真正的底牌。底牌一 AI 芯片自研，从买算力到卖算力。当所有人都在排队抢英伟达的 H100 时，亚马逊悄悄走上了一条更难的路，自己造。它的 Trainium 芯片负责模型训练， Inferentia 芯片负责 AI 推理，这意味着 AWS 不用再看英伟达脸色，能以更低成本、更快速度为客户提供 AI 算力。性能直逼 H100， 成本低一半。这一步棋让亚马逊从 AI 应用层杀进了 AI 基础设施层。未来 AI 最稀缺的不是模型，而是稳定、低价、可扩展的算力供应。而这正是亚马逊的主场。底牌2 Kuiper 星链计划，云服务上天。亚马逊不仅在地上铺网络，还把云送上了天。它的 Kuiper 星链计划目标是用数千颗卫星把 AWS 的云服务覆盖到地球每个角落。未来无论你在非洲小村庄、沙漠公路还是深山中的自动驾驶设备，只要有天空就能连上亚马逊的云。这不只是覆盖更多客户，而是在创造新的 AI 场景，农业 AI、偏远医疗、军事监控、无人设备通信。亚马逊不只是卖快递，它正在建设一个覆盖全球的计算基础设施网络。底牌3 AI 全面重塑广告与零售。 AI 的浪潮也让亚马逊的传统业务焕发新生。 AI 广告推荐系统 ROI 提升了 20%， 广告业务利润创历史新高，物流和仓储经过疫情洗牌后全面提效，全球配送网络重新提速，在通缩周期中还能提升毛利，这就是系统性公司的威力。亚马逊 AI 模型 Olympus 也已上线，与 AWS 深度整合，向超过10万家企业提供 AI API 服务。它不只是追赶 OpenAI， 而是要把 AI 能力嵌入到全球商业运行的底层。底牌4从电商巨头到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。如果你只把亚马逊当作购物网站，那你可能错过了它真正的进化。AI 不是亚马逊的救命稻草，而是它提前5年埋下了第2条护城河。电商吸引流量， AWS 承载算力， AI 把两者连接成一个飞轮。所以当你看到股价横盘，媒体喊增长见顶，别忘了亚马逊从来不靠热度生存，而是靠系统性的迭代。未来10年，当所有 AI 公司都在疯狂买算力时，亚马逊将成为他们离不开的那3样东西：水电空气。所以别被亚马逊的沉默骗了，因为每一次它被低估都是下一次产业革命的前奏。最后一家公司，我们来聊聊 Meta。 如果要选出7巨头里被错杀的代表，那一定是它。还记得那时候吗？全世界都在嘲笑扎克伯格，元宇宙被骂成烧钱骗局，股价腰斩，员工离职，甚至有人说 Meta 的黄金时代结束了。但没人想到，被唱衰的最狠的那个人，在 AI 时代反而转得最漂亮。要知道 Meta 原本是一台妥妥的印钞机，靠着 Facebook、Instagram、WhatsApp， 它稳坐全球广告平台的王座，毛利率 80%， 净利率接近 40%， 也就是说每挣100美元就有40美元，直接进了扎克伯格的口袋。过去10年，净利润、现金流、用户增长全部狂飙，年化增速在 30% 到 40% 之间。按理说这样的公司应该被捧上神坛，可命运的转折点就卡在元宇宙这3个字。当年扎克伯格豪赌元宇宙，结果全网嘲讽，亏钱烧钱没人用，看不懂样样齐全。现实太残酷了，你让一个普通人戴着笨重的 VR 头盔一整天，不现实。于是从2021到2023 Meta 的利润暴跌，自由现金流腰斩，股价更是被打回原形。这个曾经的王者成了问题股。可很多人没看到 Meta 已经走出了低谷，而且走得非常漂亮。真正的分水岭是它没有死守元宇宙，而是悄悄换了入口。从 VR 头盔到 AI 算法，扎克伯格没放弃元宇宙，他只是改写了路径。他在做的是一个 AI 驱动的社交闭环。2025年的财报就是最好的证明，广告收入创下历史新高，利润率强劲反弹 ，Reels 推荐算法的 AI 能力提升超过 40%， 用户停留时长甚至已经反超 TikTok。更关键的是 Meta 的 AI 模型 Llama 3已经被全球上千家公司商用部署，成为开源 AI 阵营里最具商业价值的基础模型之一。过去的 Meta 靠用户数据赚钱，现在的 Meta 靠 AI 能力赚钱。广告只是入口， AI 才是新的护城河。而更少人注意到的是，它那张底牌社交行为数据反哺 AI 模型训练。这意味着 Meta 的 AI 能精准理解人类的情绪、兴趣和关系，让算法比任何公司都更懂人性。所以当扎克伯格在 AI 开发者大会上谈开放生态时，那不是理想主义，而是一场精密的算计。
开源拉玛吸引开发者，整合社交数据，反哺算法。AI 再反过来提升广告效率，这是一个闭环，一个能自我强化的飞轮。而在财务层面 ，Meta 依旧稳如磐石，账面几乎零负债，现金流充沛。短短2年，它的利润和自由现金流就从谷底反弹回了疫情前的巅峰水平。至于 Reality Labs， 现在已经不再是烧钱的 VR 工厂，而是一场关于智能眼镜的豪赌。它和 Ray-Ban 合作的第2代智能眼镜，已经能拍照、录视频、翻译、语音交互，甚至能直接接入 ChatGPT。试想一下，未来你不再需要掏手机，戴个眼镜就能完成 90% 的信息交互，这赌注很大也很刺激。Reality Labs 的运营利润率依然是负800%，但如果赌赢了，它可能会成为继 iPhone 之后下一个重构人类交互方式的终端设备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你会把 Meta 看作烧钱的赌徒，还是被低估的未来？在我看来 ，Meta 的风险与机遇本就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。就算智能眼镜失败，它仍然是社交广告的绝对王者。但如果成功，它将成为 AI 时代最懂人类，也最会变现的科技巨头。如果你看到这里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相信智能眼镜会成为下一个 iPhone 吗？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讲了这么多，大家最关心的还是那句话：现在到底是不是抄底的机会？这3家公司究竟值不值得买？如果你是一个相信科技变革、愿意长期持有，并想抓住未来10倍成长的投资人，那你一定要听完我接下来的投资分析。第一 ，Tesla 高风险，也可能是最高回报，当前股价约$430左右，仍有超过一半的分析师给出买入评级。原因很简单，当下它的波动确实大，但格局更大。电动车是主线 ，AI 机器人是未来 ，FSD 全自动驾驶是潜在的估值核弹。只要其中一条线率先突破，整个特斯拉的估值模型都可能被彻底重写。短期看情绪，中期看兑现，长期看颠覆。这是一只适合卡位型投资人的股票，敢在低谷慢慢吃筹码，守得住震荡的人，最终可能看到5到10倍的回报。第二 ，Amazon 稳得不像话，但增长依然惊人。估值方面，目前 Amazon 股价约$240，华尔街平均目标价在$290左右，上涨空间约20%。在美股7巨头中，它属于估值最合理、波动最温和的那一档。分析师普遍看好它的长期空间，因为亚马逊不是最性感的，但一定是最稳的。电商是底盘 ，AWS 现金牛 ，AI 芯片和卫星网络正在不断加码，这是一台穿越周期的复利机器。当市场恐慌时，亚马逊往往是第一个恢复信心的公司，它不会让你一夜暴富，但能让你在10年后感谢今天的自己。第三 ，Meta 争议最大，但机会也最大。华尔街90%的分析师依然看好 Meta 未来的股价，他们给出的估值区间在770到$1117之间。从数字上看，现在 Meta 的 PEG 大约是2，这意味着从估值角度来说，它确实不算便宜，尤其是和年初相比，股价已经有了明显的涨幅。但问题是，高估值不代表没潜力，相反，它反映的是市场对 Meta 第2成长曲线的信心。AI 广告模型重构了商业逻辑，而智能眼镜、元宇宙设备或许会成为下一个 iPhone 级别的入口。风险确实在，但一旦成功 ，Meta 的估值模型将被彻底改写。不过最后我还是要提醒一句，投资不是预测未来，而是在不确定中下注更高概率的未来。市场永远有噪音，但钱永远流向被误解的地方。所以如果你看到这里，我想请你认真想一想，当市场充满噪音，人人只看短线时，你会选择压在哪一个未来？特斯拉是压方向的选择，亚马逊是守复利的选择， Meta 是赌时代的选择。3家公司3种节奏，没有标准答案，只有你相信哪一个未来。或许10年后再回头看，今天被唱衰的这3家公司，正是下一轮财富浪潮的起点。伟大的投资从不是在确定性最高时出手，而是在不确定中看懂趋势，敢于相信。现在我想听听你，如果只能重仓一家公司并锁仓3年，你会选谁？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答案，也许你的选择就会成为下一个10倍故事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今天的硬核分析对你有所帮助，可以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不错过下一次的机会提醒。我是 Leo， 感谢你看到这里。万字拆解只会帮你看清市场里的真信号。拜。